你看我们这事儿闹的啊，影响特别不好，咱以后不打麻将了，好吗？我跟你说啊，肯定就是隔壁没完这事儿。干嘛呀？有事儿就过来敲门说呗，还得110，还得。这事儿成了，我跟你说，今天晚上啊，不报警都不行。你今晚还打啊？不在前面就完了吗？气死丫！老公，我最近身体不好，难受。怎么了你？哪儿难受啊？哪儿都难受。是不是怀上了？你有能误怀吗？成天打麻将，我睡不好，脑子就发晕，工作老是出错，都被上司骂了。那你得好好休息啊。我也想好好休息啊！你看你的，天天的麻将声音老大了，我怎么休息啊？这我们家隔音又不好，这一天到晚的，这一宿宿的半个月，我这都不消停，我能吃得消吗？你早说呀！咱们家床头柜里边有耳塞呀。我带了耳塞了呀！你们那几个大老爷们儿声音有多大，你不是不知道，就一直闹，听不见，耳朵聋了还差不多。而且那几个哥们儿打个牌，光个膀子。你说杨子吧，你直接跟他说呀。这事我怎么跟人家说呀？你真有意思。那你就跟我说，我告诉他，你别自己憋着呀。大哥，我想了一个好办法。现在你知道棋牌室吧？现在棋牌室条件可好了，通风设备也好，隔音效果也好，打牌的设备也好，那一按滋，这牌就起来了，特别棒。你们去棋牌室打，钱我出。你这什么意思？那要不然你出去住酒店去，就我出钱。不是这意思啊！你别生气，不是我跟你说，就这几个啊，都是我从小一块光屁股长大的发小。就你说杨子，他平常他就好打个麻将，他过2天他就出国了，然后到那边你说谁陪他玩啊还？啊，就这几天的功夫，他过2天他到了新西兰是吧？这就行了，没事了。你陪我们打几圈不是得了吗？你教我们那就你们四川麻将怎么打？就你看有几回，就你当着他们跟我掉脸的，我心里面也不太好受呢。你们就打吧，好不好？反正我今天加班，你打得愉快啊！别，你看你这是干嘛呀？这犯得上吗？你还生气了？你头上有犄角，身后有你烦人！不生气了？每次都唱歌，唱那么难听。这难听。换一个歌。问题来了呢，就解决问题。如果这个问题真的解决不了的话，那就学会好好接受吧。不好意思，再来2杯。咱们呢，不拒绝，也不跟随。顾总，我知道这个问题问出来可能不是特别的妥当，但是我还是一直想要问，您之前2段婚姻具体是因为遇到什么问题啊？以前出了问题呢，都觉得是别人的问题，总觉得自己怎么那么倒霉，那么不幸福。但是现在才明白，其实人生到了下半场，
敌人就剩下自己了。就剩自己。你还年轻，你可能不愿意承认，但是我真的承认。其实我就是那种特别不容易满足的人。如果跟我同行呢，要么就跟上我的节奏，要么就是在前面带着我。如果大家节奏不统一的话，那么一定会有痛苦产生。但是事实上，两个处处不同的人，要节奏完全统一是超难的。我现在的理想就是不要活在别人的眼神里，什么谁谁谁的妻子啊，谁谁谁的妈妈呀，别人怎么看我呀，真的不太重要。其实你身边有男人没男人，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男人，真的不重要。只要你自己过得春光明媚的，你走到哪里都是鸟语花香。虚伪是最可怕的，对别人不诚实，对自己不诚实。其实有欲望不可怕。喝一个。哎，老公，下个礼拜你陪我去趟顾姐家，她这次啊不准备办婚礼了，准备办个大 party。给我发一邀请函啊，击打的那种。哎，我跟你说啊，顾姐可厉害了，你都不知道，她这新任老公啊，资产上亿，重点是每套房产都写了她的名字，把公司股份也分给她了一部分，厉不厉害？哥们儿够仗义的。不是，人家不是有钱吗？我最近手头不太宽裕。我还不知道你，我也没管你要。干嘛呀？人家有的，咱们也得有啊。要什么吧，说。我都不想要。哎，大哥，我跟你商量个事儿没？说。哎呀，你别玩了。我跟你说啊，咱这不是在备孕嘛，是吧？然后呢，我们同事都跟我说了，有孩子之后，孩子的东西老占地儿了，什么婴儿床啊，什么那种围栏啊，那种，咱们家这一居室估计够呛。要不，再换一个，换个2居室的，这样就有宝宝房了呀，宝宝房就可以放这些乱七八糟东西了，是吧？那抓紧卖吧。咱们把这房子给卖了，然后看看有什么合适的学区房。我跟你说啊，我也是这么想的，咱们把这房子给卖了，然后拿这个房子钱去买一个新房子的首付，那到时候咱俩一起再还贷，你说呢？这倒是行，但是我这点死工资吧，估计贷不了多少。咱俩有公积金呢，把公积金给用了，然后我这工作吧，能多贷点，是吧？那成了这事儿，成了。啊，咱们抓紧。不过我得回家跟我爸妈商量商量啊。因为这房子不是我爸的名吗？然后得他同意。行，该商量。那你记得去商量商量。行吧，我抓紧啊。老公，还有一个事儿。这都得有孩子的人了，你这打麻将别打了，行不行？噪音又大，然后呢，哎呀，就乌烟瘴气的，对身体又不好。我休息不好，身体不好，怎么备孕了？是不是？从今以后不打了，啊，咱就玩开心消消乐，好的，没噪音，倍儿解闷儿。到时候跟你下一个，咱俩一块儿。好嘞，你玩吧，别忘记商量这个事儿哈。我知道。那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今年中秋节的这样一个推广的方案。那我们都知道，今年的中秋节呢是9月27号，所以我们就把整个的活动周期定在了9月1号到10月15号这样一个半月的周期里面，利用我们中秋节这样一个旺季呢，来实现一个聚集人气的目的。我们也把我们网站的线上会员往线下这样转一下。
那我们呢这一次把我们的会员分成3个等级，分别是黄金会员、铂金会员和钻石会员。那同时我们也可以搞一些很好玩的一些小互动，比如说邀请一些 DIY 的私家烘焙老师来到我们这里呢，来现场教学，由客户呢自己动手，这样的话打造他们自己的属于自己的这样的一个创意的月饼。老公，今天表现很好嘛？没有叫你的狐朋狗友。爸。哦，小可回来了。爸，你来了。哎，妈，哎，您放着，我来。哎，您休息，真的，您放着没事，我来。给你打电话，你怎么总不接呀？哦，今天我们公司开会，挺重要一个会，然后开完了以后给忘了。开完会总可以给我回个电话吧？回家的路上也可以回一个呀。对不起啊，妈，对不起，我下次肯定记得，我多看电话。你的心里啊，就只有工作，哪有这个家？会的。没那么严重啊。哎，小可啊，一会儿那个小志回来，咱们一起出去吃饭吧。好嘞。哎，何志仁都没回来啊？啊，他去那个楼下那超市买烟去了。哦。对了，小可啊，哎，你说你怎么一直让小志抽烟啊？啊，你也不管管他。你结婚之前怎么说来着？让你督促他戒烟呢。妈，我管了，他不听我的。就你这么说话，他能听你的吗？什么叫狐朋狗友？哪有这么说自己男人的朋友的呀？我跟他那些朋友都认识，所以我跟他开玩笑闹着玩的。跟你说点正事儿。哎，行。我听小志说呀，你们想买一大房子，把这房子卖掉。对，因为我本来想说要备孕了嘛，然后我听我单位上的同事跟我说啊，他们有了孩子之后啊，到处都是东西，所以我在想，我们这房子可能是有点小，我想换一个大一点的。我呢，跟你爸商量了一下，把我们的2居室啊，让给你们小2口，我们来住这个1居室，这样就不用买房了，你说呢？哦。爸妈那个房子这么好，但是离我和何志上班的地方还是有点远。重点是，的确不想因为我们的事情让爸妈住在这样的小房子里头，我们心里也快过意不去呢。这不还是想买房？我也是为了未来打算嘛，是吧？行啊，那打算，就是说，那把这个旧的卖了，买的新的，那房产证上的名字，你打算怎么写啊？就我和何志呗。这个房子啊，原来是你爸的名字啊，买了新的呢，我们可以把你的名字带上，但是你爸的名字必须得加上去。我明白。但只是如果我们家以后条件越来越好了，能够换更新的房子，那爸的名额不就浪费了吗？那照你这么说，何志的名字也不用上去了，就写你一个人的得了呗，是这意思吗？妈，您别误会，我不是不同意加爸的名字。关于买这个新房子的压力吧，我也跟您大概算一算啊。我们把这旧房子卖了，卖的钱呢，去付新房子的首付，大概占比在整个房子的30%到50%，那也就意味着还房贷的压力就有50%到70%。这些压力其实绝大部分在我。
夫妻俩过日子，我们合适，这多少他也得出点吧？是。但其实我和何志的工资，相信爸妈都比较清楚。我们加了很多杂费，像什么物业费啊、什么水电煤啊、光纤费，乱七八糟的费用一大堆，几乎都是我付的。像何志的工资，平时就抽抽烟、喝喝酒，然后3、5朋友打打牌，也基本上所剩无几了。所以还房贷，何志的确帮不上什么忙。小可啊，你这一笔一笔的账算得够精的呀！啊，我们这个毕竟过的日子不宽裕，所以我想尽可能把每一件事情都尽可能算精一点，我们能省一点是一点。小可呀，既然是这样的话，干嘛还非要买新房呢？给自己这么大的压力。其实啊，这买房子倒也没什么。不是他爸，你没听出来吗？啊，不，这一笔一笔的账算成这样，这是想着法的想干什么呀？这是，啊，不是这出发点这有问题呀！妈，怎么能是出发点有问题呢？我就是想怀个孩子，以后孩子生出来可以有好的环境，可以成长。那要不这样，我们这房子也不换了。等我们有钱买新房子的时候再换，到时候我再备孕。不，你什么意思啊你啊？你拿孩子说事儿呢？啊，你拿孩子要挟我呢是吗？我不是拿孩子要挟您妈，我真的没那么多心眼儿。不是你说什么呢？你这是？你是说我有心眼儿啊？没有妈，我没说您有心眼儿，您没心。不是你这话说的是我有心眼儿是不是？这我好心好意怎么变成我有心眼儿了？这是什么意思啊？这是啊？我们不是在说其他的事儿吗？您真的误会我的意思了。不是这绕来绕去变成我不想让你们好好过日子。哎，怎么回事？怎么回事？哎，别吵了，别吵了，完事儿啊！这什么情况？话说的难听啊，怎么是说我有心眼儿？这是我不想让你们好过吗？我的心眼儿闭嘴了，坐着，干什么呢？什么情况？这是啊！快！怎么回事妈？问你媳妇儿，问你媳妇儿去。消息。怎么回事啊？爸妈，我还有点事儿没处理完，那你们先聊，我走了。啊？哎，不是你上哪儿去啊？哎妈，我先去。哎，别生气啊！他爸，你看见没啊？这结婚之前我说什么来着？这外地媳妇不能找，知根不知底的，你这不知道他哪天就出些什么幺蛾子。才结婚几天啊？一居室嫌小，给他2居室不干还嫌小，要买大房子，这不是变着法儿的打主意呢吗？这是，你们都不听我的，现在看见了吧？晶晶，陈总，早。我刚上楼的时候碰到了姐夫，他让我喊你下去一趟，说在楼下的咖啡厅等你。好，那我先去忙了。哎，媳妇儿，我给你打电话怎么不接呀？昨天晚上住哪儿了？那个，
我妈昨天说那话有点就不太像话，我也不知道怎么说着说着就变成那样了。还不是怪你，沟通都沟通不清楚，得活着。也不是，这之前咱不是要买房吗？那咱们就给卖了，然后再买啊。就是那你说我媳妇儿，她是我妈，你们俩不打不闹不就得了吗？我告诉你啊，何志，我最讨厌别人误会，尤其是恶意的误会。我服了，哎，我真服了。其实我妈她不是那意思。昨天出门之前你没听你妈说什么？没听见啊？是。你听我说，我妈她不是那意思，她是因为就是她年龄大了，她肯定她观点上边就跟不上了。要不然咱就把我爸那名给写上，不就完了吗？你说都是一家人，何必呢？只要咱俩不离婚，你说那个证上边写着是谁的名，那到最后那房子肯定是咱俩的呀。除非咱们除非什么？说。都快凉了。说。怎么样？这房子不错吧？啊，可以。我是在12号楼买的。你呢？这个比我这强。你这个是楼王，采光也好，前面一马平川。你赶紧考虑一下，咱俩做个邻居。好。需要那什么？要什么？香草拿铁。一个香草拿铁，一个热美式。好的。好的。那你刚才是不是说这价钱是？对呀，这满满。买。行，买。那我下个星期抽个时间带你去售楼处看。行嘞。我问你个事儿啊。买房子得要户主本人来办这些手续的是吧？当然了。下周我得让我妈来一趟。不是，你买房子，你让你妈来干什么？户主嘛。另外，这样也不用算作婚内财产。你够有心机的呀你啊！这算是隐匿婚内财产？你怎么着？你准备跟你老公离婚还是？陈家凯，你怎么说话呢？啊，我送我妈套房，不让我老公跟我 AA 已经很客气了，好不好？还跟我说什么隐匿婚内财产，说话怎么那么难听的？那按你这么说，你老公还得感谢你啊！没有因为娘家的事儿徒增自己的经济压力，可不是嘛？那媳妇儿哪儿找去？找不着，就在这儿呢。我跟你说，只有最好，没有更好，没有了。哎，你以前不是这样啊！你婚前的时候，那时候我让你把咱俩一块买那房子让你卖了，别以后变成了你的婚内财产。你那会儿还跟我急啊，说我现实，说我黑中介。要感谢你吗？感谢你，感谢你给我出那馊主意，然后把那个婚前的房子给卖了。我亲人，你是我亲人，亲人。这婚结的有意思，你婚姻一定挺幸福。我幸福的很。我整理着我的心情，我的财产。我知道房产证上的名字不是那么好加的。我只是希望通过这个方式来证明自己在婚姻中不是一个乞讨者。
可如果这一切要以被轻视和被诋毁为代价，那我宁愿说不。100，快，400，什么牌呀我？够不够400？是，100。哟，媳妇儿回来了。早了，咱们。这是我们同事，互相介绍一下，先生。继续。小志，你进来一下，窗户坏了。先把牌封上，马上，小点声。你不是答应我不玩了吗？我没玩啊。麻将确实声大，德普没声儿。赶紧给哥几个做点吃的吧，啊！这把绝对有戏。我要不然我挺饿的啊。刘亚凯，我觉得你这副驾驶吧，这个腰这位置应该来个垫儿，不舒服。行，明天就给你买，只能我自己用啊。就专属的。结婚的女人怎么事儿那么多呀？我问你个问题啊。要是你女朋友在结婚之前想把她的名字加在你的房产证上，你怎么办？这婚我不结了。为什么呀？我正在满心欢喜地憧憬着我们的美好未来。你已经在想我们离婚之后该怎么自保了，我心里不舒服。不是，这个女人是要跟你过一辈子的，她是你老婆，你给她点承诺，给她点心理安慰，不是应该的吗？我给承诺，我的承诺就是我永远对你好，永远不劈腿，就根本到不了离婚分房那一步。就是因为到不了离婚分房那一步，所以写个名字无关紧要呀。而且啊，谁也别担保自己不出问题啊，这事儿说不准。哎，你怎么了？你这负能量啊你！这怎么叫负能量呢？哎，心里有小九九不怕，怕的就是那些拿山盟海誓做包装的。那按你说的啊，两个人结婚之前，咱们坐下来严肃的一五一十掰扯这事儿，不伤感情吗？这怎么是伤感情呢？啊，你稀里糊涂的，跟着一个锅里头吃饭，然后吃个沙子硌着嘴了，再来论怎么办？这是不伤感情了？那你这就等于是咱俩感情好着，还没结婚，你就已经断定我结了婚之后一定会劈腿了。那这算什么呢？这不是爱情，爱情是美好的，你这是交易啊！不是，这是以防万一呀。刘亚凯啊，我就来给你算算啊。你老婆是不是得怀胎10月给你生孩子？这是不是她最黄金的时期？好了，她把最黄金的时期全部奉献给你，奉献给家庭，奉献给婚姻，奉献给孩子，是吧？那影响了自己事业的发展期，那最后经济没有保障怎么办呀？
万一再遇到这个男的劈腿了，这几年哎，免费保姆当着，免费老婆当着，免费育儿嫂当着，最后一劈腿还想打屁股走人，1分钱不想付是吧？哼，哪有这么好的事儿啊？这家散了，这女人怎么办呢？有几个女人能够找到机会绝地逢生？那个是电视剧里演的，那绝对不是真的。我跟你说，陈可，退1万步讲啊，如果说真的有哪天离婚了，我也绝对不会像混蛋王八蛋似的，我放在他那儿不管。哎呦，现在混蛋王八蛋还少啊，就是为了防着这种混蛋王八蛋，所以说把丑话说在前面，把话说清楚再结婚，不是挺好吗？不好，我就觉得不舒服。呀，不说出来我心里还不舒服呢。女人要的是个态度，怎么了呢？对，态度我给了，我娶你，我爱你，我跟你一辈子，这态度给了，有什么不好啊？爱我娶我，爱我一辈子，那你加我个名字怎么了呢？行，就怎么都行，你说的就是都对的，也不知道你今天晚上怎么了，谁招了你了，那么大火？本来就对。这。不舒服，明天买电子。